大一的时间管理能力极差。你的成绩好坏还有你的强弱，不代表你这个人的价值。只要你能够静下心来，一定能够完成一件伟大的事情。喜欢犀牛、脚踏车、动物园。Hello， 大家好，我是 Felicia， 欢迎回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今天这一集，我会跟我的2位好友呢，一起来进行一个大回忆，记录一下我们大学这4年的一些所学跟想法。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直接欢迎他们。是他们的同学李巧瑜，觉得我是大学社团仔仔，参加太多社团了。其中一个是热舞社，参加超久，对，热舞社，然后一个服务队，不一样思考社，3个，好多哦。我很喜欢犀牛。对，为什么我从来不知道？搞笑风了。对啊，你变。我现在这部片就是搞笑风吗？我这可以。我们来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今天的主题是活出自我，找到自己的方向。我觉得我们3个在大学期间都有一些迷惘，但是我们在经历了各式各样的一些尝试之后，我觉得算是有理清一些方向。还在念大学的伙伴们一些新的想法。你们大学期间对你来说，可能你最迷惘的事情是什么？然后你后来是如何慢慢的去找到一个比较清楚的答案？我觉得其实学生时期都会有超级多的迷惘，其实蛮长时间都对自己很没有自信。高中的时候念的是北一女中，然后大学是念台大经济系，就学过程中都会觉得做什么事情都不如别人的感觉。就是好像不管是学业上啊，或者是课外活动，怎么我的同学都做比我好这样。假如说现在是一个金字塔好了，你已经在这里，然后你就继续往上。那在往上的那一层当中，你会有遇到比你更强的人。那这个时候你又很想再往上，那个过程其实会痛苦，因为你永远都会遇到比你强的人。我其实觉得后来的解决方法是要去接纳自己的状态。你接触到越多人，然后做过越多事情，你就会知道，有哪些事情是我真的非常不擅长的。像是口语表达这种，然后，但是也有很多事情其实是，我好像就比别人好一些，像是可能写文字的能力，或者是可能想一些创意这种，每个人都一定有不自信的事情。其实，在学校遇到很多很优秀的人，但是大家其实也不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可以很游刃有余。但我觉得要解决没自信这件事情，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多做准备。口头报告这件事情我真的超不擅长，我自己的解决方法就是会打那个逐字稿，然后去找别人练习，然后等到上台报告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我好像没有想象中这么没办法 handle 这件事情。你们觉得自己在大学这段期间你们最容易受到的影响会是什么？同才或者环境？我觉得大家都很疯实习这件事，实习是很好的事情。对，就是它让你有机会提前进入一个就是你有兴趣的领域，然后看看他实际在职场上生活是怎么样。但是台湾有一点太疯实习了，就是好像我去做实习，就会保证你的履历一定能怎么样？对，其实这多少有点影响我。在可能在做社团活动的时候，有时候心里会觉得。可是我同学都在实习，那对，那我现在做这个，我是不是就输他们？我觉得去实习的那个动机嘛，要知道为什么要去实习，很重要，不是只是盲从。我觉得在大学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知道自己要干嘛，对，而不是别人要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那这样很容易混乱，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因为大家都在做各种事情。因为身边有一些管理学院的朋友，对，就管理学院，我觉得更疯实习这件事，就是相对经济系来说，有些同学会其实还蛮迷惘，就是我觉得他们很焦虑，很焦虑，就是跟他们见面都觉得他们很焦虑。做完这个实习，赶快再找下一个。对。但其实中间并没有仔细想清楚。我之后的路是怎么规划，所以我才选择做这个事情。我有时候会觉得说，我好像做很多事情，只是我想要证明我很行，我能做很多很厉害的事。可是，在那个当下，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做这么多事情，我是要向谁证明？其实我完全没有，我完全不知道。就是你只是当下感到开心，可是你之后就你也会开始有迷惘，说我做所以我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什么？其实你只要自己很清楚知道你的目标，然后找到你自己很热爱的事情，你就会变得比较不会那么在乎别人到底怎么看你，或者是
别人的想法是什么，因为你自己很清楚知道你在做什么，你自己很清楚你知道你的目标，就是用你的目标去规划你之后的每一步，不要让别人的期待变成影响你目标的那个因子。我觉得这样你之后就不会后悔。真的，我们现在想象一下时光倒回，然后回到大一，你会想要给那个时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多读一点书。高中的时候都有人逼你读补习班什么之类的，大学后开始都是自主安排时间。对，所以自制力的这件事情，大学是考验你的时间管理，时间管理能力，大一的时间管理能力极差。大一的自己就是不要对自己太失望。我觉得我一直突破不了，我觉得我已经到我的极限了。其实极限是有可能在突破的。追求极限，好励志！我们现在要喊一个口号，努力。可是呢，不想突破的话也没关系，一定有那些不想突破的人，真的也不用太努力。如果不想突破的话，就是那样，就好好做原本的生活。已经开始。可是如果你想要再突破的话，就是一定会有那一番痛苦，因为99到100，一定会花很多时间。对，100到101也花很多时间。我觉得我可能会想跟大一的自己说，不要太爱慕虚荣。因为虽然我那时候不是加入热舞社嘛，对，但是我觉得我会加入是真的，因为我蛮喜欢跳舞，对，但是我就觉得自己多多少少就是会受到那个标签的影响，就是我觉得你要穿成那样子，大家会觉得热舞社很帅啊，然后都穿得很潮，然后走在路上很有自信，但是我自己有点会被那个影响，就是我一直会很想要别人眼里看到我是很有魅力的类似这样子。可是我就后来会发现，其实做自己才是，就是当你最自然的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是最有魅力，对，最舒服、最有魅力的。同意。有时候希望自己成为另外一个样子，但是当那个另外一个样子是跟你本身你本身的本质差非常多的时候，你就会超级无敌的痛苦，因为你尝试把你自己变成一个不是你的样子，那就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因为你可能要花，不是说你做不到，你可能做得到，可是你可能要花非常非常大的力气，那这个过程绝对不会是开心的。你们未来目前毕业后的规划大概会是什么？我自己的话就是我应该是今年底会申请国外研究所，然后这一年我应该会在台湾实习或者正职。那你们现在有大概想好要申请什么样的实习？我上一份实习是在做有点像社群行销跟行销活动的规划，然后还有一点点品牌管理这样。但是行销就是面向很广，就是可能还有一些市场问卷设计啊，市场调查。就是我还没有尝试过，我就觉得这些面向其实都可以试试看，因为其实我还不太确定我到底想往哪个方向走。懂。未来这一年，你给自己一个祝福，然后给自己一段话。美国女孩的导演叫阮凤仪，她讲的一句话，就是她说，就是现在这个世界很嘈杂，但是只要你能够静下心来，你一定能够完成一件伟大的事情。就是大学毕业的人，大家都还在探索阶段，对。然后所以其实也很容易看到大家其实都做什么类型的工作，就是选择这样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希望自己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还是能够静下心来去回顾自己以前走过的路，然后跟自己心之所向。这个时代其实很幸福，可以去很幸福吗？有好有坏，对啊。像以前爸妈年代，他们就是做就是没种选择，要赚钱，要生存，达到一定生存线。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一定的生存线，我们可以去选择我们自己想要做什么，这是一个幸福的点。但是当然有很多随之而来太多嘈杂的声音、迷惘的声音，只要静下心来，就可以完成伟大的事。伟大的事，哎呦，变得搞笑。好，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主要就是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们自己在大学期间的一些跌跌撞撞跟我们学到的东西。其实大学真的是一个蛮好自我认识的一个机会，然后也希望各位还在念书或者是准备要进入大学的朋友们，你们可以透过这4年的时间去厘清一些你自己的方向，或者是有一些新的体悟，这对于你未来的整个人生规划，相信都会是非常好的。那也希望说我们今天的分享有协助你解决一些可能是困惑啊，或者是疑问等等。
好，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记得给我一个赞，然后要记得在我的底下留言，或者是可以订阅我的频道。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喽，那我们就下一集影片再见喽，拜拜，拜拜。